女董事长又能怎么样呢？在婚恋市场，它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现象。王女士82年的30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了。那几年呢，赶上了出口贸易的风口，每年呢利润都成倍数的增长，公司的员工数量也在每年的翻番。当然她也挣得盆满钵满。后来又迎来了资本的青睐，联合了好几家公司准备上市，成为了年收入1000万的董事长不得不说在事业上她真的是太优秀了，可以说比很多男人都成功。那么回头过来看一看她的婚姻问题这么多年就一直被搁浅着，这份事业几乎耗尽了她全部的青春。如今她已经40多岁了，事业稳定，生活无忧，反倒是开始感觉到一种孤独，应该成个家了，找个靠谱的男人结婚，再生2个孩子，家庭的快乐将给她带来比挣钱更加有价值的幸福。于是呢，她就找到我聊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她现在想找个这样的男人，不用事业上比她成功，只要在她自己的那个领域里做得比较优秀就行了，最起码在北京要有个房子，收入最低100万，只能接受比她大5岁以内的男士，并且呢，希望对方性格好，有格局，学历高，其他的呢就看双方的缘分了。那么这个要求对于这样一个董事长来讲我觉得听上去呢真的不算高的，我估计他们公司的技术部门的一些人都能达得到，但是真正实操起来确实不尽如人意。就不说那些事业有成的男士不会接受这个岁数的女士，即便是那些真的符合他要求的男士也对他望而生畏。有的男的就觉得他这么成功，性格一定很强势，如果跟他结婚生活势必得唯唯诺诺，压力太大了，所以他真的很难找在实际推荐当中，最愿意接受他的是哪种男人，你们可能也懂的。但是他肯定不喜欢年龄太大的呢，他也不能接受，不想提前养老。所以我真心劝他要不然就别考虑非得要个婚姻了，不必强求这件事情，随缘就好了，自己可以抓紧生2个孩子。现在科技都这么发达了，要2个孩子还不容易吗？找个愿意接受自己的男人一起生活，没必要非得走进婚姻这条路嘛。大家觉得他该怎么选择呢？咱们到评论区走起哦。这样的奇葩你们有没有见过呢？北京有一个90年的男生呢，经过他的父母介绍认识了一个98年的女生，他们双方呢聊天大概聊了2周左右这个姑娘总算是有时间出来见面了。2个人呢就约在饭店吃饭嘛男生呢就比较客气为了展示自己的绅士风度嘛，就让女生点菜。这个女生一点就点了7、8个菜一看这个量，他俩根本就吃不完。但是呢，这个女生点完菜以后还跟男生说，你知道吗？我本来是不想相亲的，就是为了来应付一下我爸妈，他们非逼我来的，天天在我耳边嗡嗡嗡的，实在太烦了。然后男生听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回去女生就很吃惊，这不是刚点完菜吗？男生说你可以不吃然后就对服务员说，你过来把这些菜全部打包了。女生看了一眼说，哎呀，你其实也不必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做朋友呀。男生说不用了吧，我朋友挺多的。然后呢打完包就走了，把女生一个人留在这个餐厅里。咱们觉得这个男生做的对不对呢？有位家长来找我让我帮他在视频里吆喝一声，谁家有儿子的到时候呢我们能不能接个亲家我们家呢不要彩礼，我们家也不要陪嫁，我们家有车也有房，到时候呢让他们2个生2个娃，一个呢跟你们家姓，一个呢跟我们家姓，你看这样行不行如果有愿意的呢，来找我报名你们知道吗？满脑子都是钱的姑娘她到底是怎么聊天的？这是一个粉丝的投稿前一阵子呢有一个亲戚嘛，就给这男的介绍了个女朋友，也就是相亲对象嘛。男的呢是在国外工作了几年，然后呢刚回国不久。这个女孩子呢是当地的一个老师，他们俩认识不多久这女孩呢就跟这个男孩进行了一次长达半个多小时的语音交流。这一次的聊天我就听完了嘛，震惊了你知道吗？聊天内容没有一项离开了钱。比如说他说这个男的在国外工作拿的工资并不高，跟国内也差不多，那去国外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呀？我的天这还是个老师，你就这种认知水平我也是服了。难道去国外的价值除了赚钱就没有别的收获吗？然后呢又聊到了人家男生的存款问题。他说，大哥，你都工作10年了，你才攒了100来万，这也太不咋地了吧结果人家问他的工资多少，他说1个月5000。
这个真的就跟大家说的那种一个月挣几千的还鄙视一个月挣1-2万的啊，一模一样。就连人家的公积金他都打听了一遍。这个男生聊到这儿呢，已经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嘛，于是呢就说我也不知道我的公积金账户里有多少钱。结果呢又被这个女的一顿认真的批评，说你怎么连自己的资产情况你都不了解啊，太笑人了。接着又开始问这个男生你们那边是什么习俗啊，一般要给多少彩礼啊，又接着聊房子多少贷款，最后还聊到了黄金金价啊，还问男生国外的黄金金价如何，应该怎么买，那意思还带了点暗示。最后这个男的呢就装糊涂假装没听懂啊。最后这女的呀全部聊完了有关于金钱的话题之后，就跟这个男的说了我呢真的不想找你这样的我虽然穷得很稳定，但是我是希望他能挣得更多一点能撑起整个未来，以后还要养孩子要养家，我自己挣的这一点顶多就是个零花钱，咱们真的不合适。他还劝这个男的说，你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太适合找对象的。那我的故事就讲完了咱就是说，现在在一个2、3线城市里，一个男的有房子有车，存款100来万，在姑娘们的眼里还是不太适合结婚是吗？大家说呢？为什么时至今日仍然有这样的大冤种呢？这样的舔狗，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刷到我的视频呢？要是遇到这样的姑娘，你还是赶紧的跑吧，不是掏空你的财，就是掏空你的感情，更或者跟胖猫一样要了你的命。这两个人刚认识没有多久，大概也就2个多月，这姑娘就开始暗示这个男的给她买东西。男生还是蛮大方的，他觉得双方都是往结婚的方向走嘛，就没太在意，基本上都会满足他的要求。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你只能看到他的皮囊，你看不到他内心是什么样子的。那种人性中最丑恶的嘴脸，往往都披着一件非常漂亮的外衣。他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个姑娘内心有多贪婪。就在他们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姑娘说结婚想换一个大点的房子。大家都知道嘛，这是在北京5环内的房子价格都很可观的。男生呢想着反正自己以后也要住嘛，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钱几乎一大半都用来买了这个房子。他原本以为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姑娘就能顺利的嫁给他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姑娘见他买房子这么爽快，1000多万的房子说买就买了，以为他多有钱呢，于是就开始狮子大开口，要给他买2个10万以上的钻戒，一个呢订婚的时候戴，一个呢婚礼的时候戴，还要给自己配80万以上的车。总之这姑娘的要求开始不断的升级了。其实这个姑娘吧，她是想跟这个男生结婚的，她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捞女，不过呢是以为自己遇到了有钱人还对自己大方，就变本加厉了。结果殊不知这个男生呢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他为了不露出马脚，他不能让姑娘知道自己没几个钱了，就用剩余的一些积蓄，他跑到了澳门。你们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你们懂的吧？结果大家也想得到他输了个精光连那套房产都赔了进去。这回好了，钱没了，婚也结不了了。我就想说说这个男生，一个这么花你钱的女生，你就算把她娶了回去，你有一座金山银山，她也会给你败光的。你娶这样的有啥意义呢？好看能当饭吃吗？好看能让你发财吗？都不能嘛，是不是？那好看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顶多就是带出去好看，有面儿，生个孩子，外貌基因好一点，对吧？其他的毛用都没有。另外的那些属性哪个女的没有呢？你还打肿脸充胖子，让你们睁眼看世界，能不能眼睛睁大点再说说这个女生你既然想跟她结婚，你就这么花你老公的钱吗？你虽然不是个职业的捞女，但是你的行为跟捞女有什么区别呀？这不是一模一样了吗？你觉得你这种行为在男人的眼里是个好妻子的样子吗？聪明的男人根本就不会娶你这样的。我评论区链接里有的是好女孩人家不捞也不物质，就想找个踏实过日子的。你们赶紧到评论区置顶链接里面去报个名吧。这个问题呢，值得很多人去思考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要放弃一些执念，不然你很难成功。其实根本就不存在那个什么特别合适的人而且呢，对你来讲那个特别合适的人，你对人家来说，你不一定是他觉得很合适的人，所以你还是可能错位了。那么
你可能会说，那我找不到合适的，我就单着就行了呗。这个可以啊，这个社会它很包容嘛，你自己想好了就可以。只不过呢，再过几年，你别到时候又想找了，那时候你可能连现在这样你觉得不太合适的都找不到了，那你那时候可别再后悔了。什么叫有眼不识泰山哈？有些姑娘她来相亲嘛，明明见的是个富二代，但是她看人家穿了一件优衣库啊，就怀疑对方根本就没啥钱，纯粹就是个骗子。还有些女生因为男生要跟她 AA， 就认为这个男生是个穷鬼，拿不出钱还要跟女生 AA。还有一些女生哈，因为男生饭后打包看不起男生，她觉得这个男生啊就有点 low 嘛。其实这些男生才是被教育的很好的男孩，人家不物质，不攀比，懂得珍惜资源，低调行事，尊重女性。但是这些美德在有些女孩眼里啊，那简直是这是穷人才穿的衣服好不好？这是穷人才干的事儿好不好？但是实际上哈，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啊，他真的有不同的理解。有钱人真的不一定他就是靠这些来炫富的，就好像北京人炫富，人家会说走去我的四合院坐坐，在你看来这不就是几百年的破院子吗？有什么好稀罕的？广州人炫富说走吧，陪我去搜房租。贵州人炫富会说走，咱俩去整2瓶茅台。如果是你在相亲，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女生知道你是有钱的呢？你们知不知道在北京啊，本地女孩啊，她对自己的择偶标准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看法，她们都希望找到一个北京本地男孩结婚，因为这样感觉更对味儿。她们觉得北京男孩啊要娶个北京女孩才是正常的。但是有趣的是，北京的男孩啊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没有那么挑剔，他们觉得只要是女孩子对自己好，不管是哪儿的人都无所谓。这个就是让很多北京女孩对他们有种小意见。他们甚至都开玩笑说，如果你娶了一个外地的，你们家一定会成为北京办事处的，他们家那些亲戚的事情全部都会跑到你头上来。但是有很多北京的男生呢，他们不在意这个，而且很多的外地女生她也愿意嫁给北京男孩，毕竟北京男生嘛，性格也比较直接，生活呢也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能是因为他们就在皇城根下长大嘛，对生活呢也挺满足的。我认识不少北京男生，他们真的都是这种心态，基本上没有什么晚婚晚育的人。你看哈，这是不是感觉挺有意思的？其实啊，你就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哈，就那些在北京啊1年有几十万上百万收入的男生，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真的人家是找不到对象吗？明显就不是嘛。他们其实还是想找那种既年轻又漂亮的女生，而且呢学历还好这样的小妹妹。但是真的哈，还是有一些30多岁的女生哈，她会觉得这样的男生啊是他们的菜。我真心说一句不好听的哈，我在这行干这么久了，我觉得现在真的可以，你去养老院看看得了还在这张口闭口的要找20多岁的弟弟，这些更不现实。这些弟弟看起来又帅又有钱，人家图你什么？你心里肯定更清楚嘛。你认真就输了，除非你真的长得跟刘亦菲一样，要么你愿意给弟弟们花钱也行。美女啊，你要知道现在的北京啊，男生女生的比例1比8呀，号称剩女之都。那我们就是要面对现实标准合适就可以了。你再磨叽几年，真的只能嫁个2婚，还给别人当后妈呢，愿意吗？抓紧了。87年的女生相亲到底有多崩溃？在北京哈，这样的女生太多了。她们刚来的时候呢，都会跟我说，哎呀，我找个能力强一点的喜欢条件好的外形条件呢顺眼一点的。结果见了几个这样之后，没有一个愿意跟她继续谈的。后来呢，她又会降低一些条件哈，可以不看眼缘了，条件呢跟自己差不多或者差一点的也行哈。但是她发现，她虽然降了条件，但是仍然非常的难。遇到最多的呢，就是一些有点奇葩的男人，比如说奇葩的言论啦，奇葩的想法啦，奇葩的认知甚至很奇怪的性格。他想遇到一个正常的都不太容易。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求一降再降了，仍然找不到对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你降低要求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你年龄增长的速度大家说对不对？你完全想不到哈，在有钱人的眼里这些姑娘是绝对不能娶回家做老婆的。这个是我前几天跟一个大佬聊天的时候呢，我才知道的。人家真的是人间清醒。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他分析的到底对不对。第一类就是资料上写着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他认为呢，这种女生如果不是家庭条件特别好，比较清闲，喜欢这种运动的话，
大部分一般普通女生喜欢玩这个运动的，其实都有一个原因，我就不细说了哈，懂的人都懂。第二种呢，就是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女生，这类女生啊，见过很多大佬级别的人，她们在工作当中会接触很多有钱的人，她会莫名其妙把自己摆放在这个阶层或者呢这个群体里，所以她们会找对象的时候把物质生活或者物质条件会放在第一位的，不管自己呢配不配。第三种啊，就是普通的家庭，收入也很一般的女生，你看她如果穿一身的名牌，拿的包也好几万，开的车也很贵，那这种女生啊也绝对不能要的。短则一下呢可能会考虑娶回家呀，就算了吧。最后一种哈，就是所有艺校的漂亮女生也一样，基本她不会娶。她说就一个字儿哈，丧。她是一个创一代嘛，40多岁了，离过一次婚，见过很多人，也非常了解人性。她的观念呢，我其实不止一次哈听到过同级别的大佬聊过，所以我觉得虽然不能全部一概而论，但是这个论述哈已经基本上代表了他们这个群体的普遍认知了，大家觉得是不是？我很迷惑哈，在北京现在的男生女生都很想晚婚吗？好像结婚太早了，他们都觉得自己啊有点丢人，年纪轻轻的就为人父母了，所以他们就调侃自己啊什么英年早婚嘛。我发现现在特别是女孩，很多人都有这么一种心态，根本就不是什么不婚主义，而是幸福主义哈。想找的人呢，一定是自己喜欢的，且那个人也喜欢自己的。如果有一天遇到了，觉得与他生活胜过一切的，才会去考虑结婚。如果没有遇到呢，他就等啊，一直要等到那个世界上唯一灵魂契合的人出现。就算他等到了30岁啊没有，他也会再等等，一直等到35岁啊，他都还不死心啊，宁可过自己所谓的高质量单身生活，也不过那种看上去将就的婚姻生活。我就认识这样的一个女孩嘛，长得还行，但是绝对不是什么大美女啊，算得上是小家碧玉型的。往往呢就是这种女生啊，她会高不成低不就的。想找的另一半呢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一张 A4 纸都写不完她的要求啊。男生要长得高，长得帅，智商高，学历好，会穿衣会打扮，看上去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最好呢人还老老实实的，还不花心，但是吧又不能太憨了啊，还是最好呢能有一些情趣或者幽默感，成熟稳重又有一点工作能力，强调情绪价值的同时呢还有稳定的经济实力，学历方面最好跟自己旗鼓相当或者高于自己，对方要有个长板可以让自己欣赏和崇拜。你们看他其实是想结婚还是想晚婚吗？不想再多养一头猪了。大家看过这个视频吧，当时真的给我笑喷了都啊。今天我讲的这个呀是个现实版的真事儿。上个月呢我给一个89年的男生介绍对象嘛，他们家里啊还真就是养猪的啊，人家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家里还挺有钱，在北京呢有2套房产2辆车，男生自己呢也上的是985大学，人也挺聪明的。但是这个男生他比较低调，希望呢自己能找一个朴实一点的，能踏实过日子的女的，不那么物质的姑娘哈。结果太不巧了，那天呢跟他相亲的姑娘一上来就问了他一大堆的问题，房子、车子、收入、存款、资产等等哈，问了一溜够，完全暴露了自己物质女的那副嘴脸。所以这个男生就说了，我没房啊，我也没车，我也没啥资产，家里边就是养猪的。于是这姑娘啊气得不行了啊，当场就炸了，说什么你家里养猪的，那我可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嫁给一个养猪的人，这个条件怎么配得上我的高学历呢？后来啊这个女的就跑来质问我哈，她说你不是说他们家里做生意的挺有钱的吗，有房有车的，但是她自己跟我说的跟你说的可不一样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不会是在糊弄我吧？于是哈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就把男生啊给我提交的那些房产证明、收入证明哈全部给他看了一下。我还告诉他啊，是因为他没看上你，所以啊才跟你说这些的。这回这个姑娘一下子就泄气了哈，说那怎么就没看上我呢？当时她看资料的时候不还挺想认识一下的吗？我说你知道吗，跟一个相亲男的去问他的房产资产存款的时候，就跟一个相亲男生在问你跟几个男人睡过觉，怀过几次孕是一样的道理，非常令人下头，你知道吗？这回他真的后悔了啊。结果呢回去之后呢又去联系那个男生，结果人家就给他回了一句话，抱歉哈，我们家就是养猪的，但是我不想再多养一头了。大家说是不是很尴尬吗？今天有一个女生来问我，
说跟男生呢接触了有半年多了啊，他们俩呀一直都非常正常的在约会、吃饭啊、玩耍，但是这么长的时间了啊，男生就连她的手都没有拉过一下。他问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姑娘啊，你说你是不是傻？这还能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你没有感觉，但是他似乎又觉得还行。在他的纠结中，你就已经成了他的备胎了呀。半年了还找不到感觉，那你还继续约什么会呀？赶紧离开他吧啊！就算他勉强的跟你在一起了，心也不会都在你身上的。